记得我们前几期的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讨论到过动态血糖仪的作用，它最大的价值不是看当时你的血糖是多少，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完整的24个小时的图形，根据你的饮食的结构跟你的饮食的节奏配合图形，你可以知道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你可以知道你吃对了没有，甚至于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身体代谢灵活度好不好。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4个图形啊，每一个人的图形都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看第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一个没有糖尿病的朋友，正常吃高糖饮食的朋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图里面有3个山峰啊，中间这个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个呢，我怀疑是他动态血糖仪当时可能出现了一个误报。所谓的误报是因为动态血糖仪的那根针呢细得像毛一样的，如果不小心压到了，可能误报的可能性非常高。我一般会把它当成一个数据的噪音来看待。如果它不是数据噪音的话，一般来说它可能吃了一个升糖速度很快，就是升糖指数很高，但是含糖量很低的食物，你也可能会看到它一瞬间的上升，然后一瞬间的下降。但是这个情况呢，我判断误报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根据这个图形呢，我们可以看得见它一整天大多数时候它的血糖都在8以下，那甚至于在4到6之间，偶尔出现了几个山峰，在这个图形里面你看不出来它有糖尿病的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中午12点左右应该是他一天当中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了，他的血糖升上去了，然后他吃完午饭以后，他的血糖呢就开始升到最高点之后就开始迅速下降了，表示他身体开始制造胰岛素了，然后再一路往下，下到最低的时候呢，下到了不到4的地方了。这种现象啊，我会怀疑，不是证据，但是我会怀疑它有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性啊。为什么？因为正常的血糖下来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就应该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了，它就应该不会再出现明显的下降了。可是这个血糖呢，它是从很高的地方一直下了很多很多的，下了这么低的地方，胰岛素抵抗的可能性是需要考虑的了。然后呢，到了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吃了晚饭以后，血糖迅速上升了。各位，我跟你们讲，你们听啊，只要你是吃高糖饮食的人，吃饭的时候血糖迅速上升都正常，升到多高，根据你吃的食物含糖量有多少决定的，含糖量越高，它就会升得越高。重点不在它上升的状态，重点在它下降的状态。血糖下降的越慢，说明问题的；下降的越快，说明问题的；或者是不降，说明问题的。因为血糖下降就代表了你身体代谢葡萄糖的能力好还是不好，我们可以说明很多故事的。如果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大概下午6点钟左右，他的血糖来到了最高点了。他血糖下降的速度呢，跟正常健康的人非常接近的，你看它下降的速度挺顺利的。所以呢，从6点钟这顿饭看起来的话呢，他的饮食里面他吃进去的食物含糖量不是太多。如果说他吃的含糖量食物比较多的话，血糖下降的时间呢，可能会拖到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你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图形，根据你自己的食物来判断你的状态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要看到血糖上升你就开始恐慌。如果你吃的食物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话，你血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上升，没有太大的下降，你恐慌是没有道理的。当你看到血糖迅速上升的时候，就是你好好的观察它下降的状态如何。下降的状态说明了你身体当时代谢的状态。到了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了，有可能他已经睡觉了。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身体能量消耗是最低的。如果我们睡眠状态是恰当的，我们身体代谢状态是健康的，代谢灵活度是好的，我们睡着以后呢，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幅度应该是很小很小，然后呢，一整夜这样是过去的。可是你们仔细看，他前一天晚上睡着觉以后，一直到早上6、7点，各位，我们看他的血糖的波动啊，在没有饮食、没有食物的影响底下，这种波动算比较大的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代谢灵活度不好，他身体能量代偿的机制比较僵化，在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得见的。这是一个大概有一点胰岛素抵抗的状态的同学的图形啊，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解读的。我们看看下一个图形啊，你们看这图形非常非常极端的。这位同学差不多30年到40年的2型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很长很长时间了。他呢胰腺呢已经衰竭了，所以他自己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很低很低了。据他告诉我，他一天注射24个单位的长效型的胰岛素。而且呢，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在比较严格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饮食了。你可以看一看他血糖波动的情况怎么样，这种图形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他血糖开始上升，这种血糖上升呢，绝大多数时候还是跟他吃的东西有关。至于吃什么，为什么这么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们看他血糖的下降，看他血糖从20左右一路降到了6点几啊，他的胰腺已经是处在衰竭的状态了。你看他这个图形啊，是24个小时的图形，这个完全让我们看不到他的逻辑。注射胰岛素对于控制血糖来讲，其实不太容易控制到稳定的状态。这个图形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图形啊，也是我们一位同学，他呢也是长年累月的2型糖尿病的同学。他改变饮食之前，他的图形也是大幅度的波动的，很多个山峰的。这个是他改变饮食大概4个月左右的图形了。这个时候你看不到大型的山峰了，你看他血糖波动的幅度啊、范围啊，已经在很狭窄的范围里面了。我在帮助2型糖尿病的同学调整他们的饮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区是把他的血糖 7.8 血糖作为一个中心线，让他在 7.8 的中心线上面上下 1.5 个点或者到2个点的范围里面去浮动。当然上下 1.5 个点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他需要药物的帮助，医生会帮他处理。那么当他的血糖能够透过饮食调整到 7.8 为中心，上下浮动不是很大的时候，他的代谢环境呢其实就开始改善了。在这种改善的环境底下，它只要继续维持，它整个波动的区间呢就渐渐的会往下沉的。你看睡觉以后，他的血糖比白天的时候血糖平稳得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睡着了以后，我们身体对能量的需求比较低，所以我们的血糖会比较平稳。但是你看他睡觉以后的血糖其实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平稳，他白天时候的血糖呢波动的幅度其实还是，我说的波动是指它虽然在那个范围里面很漂亮，但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它依然是这种，我叫它叫做大型的锯齿啊，像锯子的齿，它这个叫做大锯齿的图形了。这种大锯齿的图形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他的血糖波动的幅度已经控制得很好了，那个是用饮食控制的，他自己的胰腺功能还 OK， 所以饮食吃对了以后呢，他可以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很好的范围里面。但是当出现这种大锯齿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是他身体能量代偿的机制啊还是很僵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代谢灵活度还没有很好的恢复。从图形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当锯齿变大的时候，你血糖升上去了，你血糖要降到很多很多了以后，你身体才能够升回去，这个就是代谢比较僵化。如果我们的代偿机制很灵活的话，血糖稍微降一点，我们身体自己会代偿，无论它用什么方式调啊，给你提供肝糖原把血糖调回去，或者是你身体燃烧脂肪，因为你身体有能量，你血糖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变化，你身体不消化葡萄糖，各种不同的代偿机制灵活度高的时候，这个锯齿会变小的。所以在这个同学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2型糖尿病逆转的状态，他管理得非常好。那么他需要进一步的改善的就是他的代谢灵活度，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在他的饮食上，还有他的轻断食上面继续努力，他的代谢灵活度啊，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会慢慢的恢复，他的图形会变得很漂亮的。我给各位再看另外一个图形啊，就是比较成功的代谢灵活度调到比较好的图形了。他过去也是2型糖尿病，他的饮食呢是严格的生酮饮食，已经很多年了。他的图形最早的时候也是从大幅度的波动、失去控制的波动，然后到大锯齿的波动，然后范围越来越小，锯齿很大，然后慢慢最近这段时间呢，他的图形调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早上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血糖开始上升，我问了他有了解过什么原因，因为呢他早上做重量训练，做完重量训练了以后，他吃几个包子，包子是快碳水，尤其是代谢灵活度好，然后做重量训练之后吃一点快速碳水，对我们身体长肌肉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做法一样，他在这个时候做完重量训练以后，他吃了几个包子，血糖迅速上升了。血糖上升没有多久了以后呢，你看他就很迅速的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他的血糖基本上就一直维持平稳了。下午他可能也吃了一点点东西，血糖有一点点上升，也迅速下来恢复平稳了。他整个图形在变化的时候，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小锯齿在变化，就说明他身体能量代谢的灵活度相当高。他的身体有的时候偶尔燃烧一点葡萄糖，大多数的时候他身体是在燃烧脂肪的，他血糖是平稳的，因为他身体基本上不燃烧葡萄糖，所以他血糖没有波动的必要，没有波动的空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燃烧脂肪的身体。然后呢，当他身体需要的时候，他身体可以燃烧葡萄糖，燃烧完了以后迅速的转变回来燃烧脂肪，这个
我们就叫做有高度的代谢灵活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哈。如果你看到你的血糖一天当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处在这种平稳的小距值的状态，我就恭喜你了，你的代谢灵活度回来了。我告诉你，你身体的健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